2024年对全球民航业来说是神奇的一年。一方面经历了疫情的洗礼，2024年全球民航全面复苏，大部分的民航市场恢复盈利，总体方向积极向好。但是在民航安全来说，2024年可以说是近6年来最悲惨的一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故，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特别是临近年底接连2起空难，让无数人揪心。今天我们就从飞友的视角为大家回顾梳理一下2024年全球民航的10件大事。根据事件影响大小，这10件事分别是：第一，济州航空乌安着陆伤亡惨重。12月29日，济州航空的一架波音737-800客机从曼谷返回乌安机场时冲出跑道起火，机上179人死亡，仅2人幸存。客机降落前，右侧发动机曾喷出火球，怀疑撞鸟或者是故障，然后客机掉头迅速反向着陆，起落架没有放下，襟翼没有打开，地面消防也没有提前出动。现在怀疑撞鸟致使襟翼无法打开，机主忙乱中忘记放起落架，因为如果襟翼不打开，当时的构型状态可能不会触发飞机的未放下起落架告警。第二，阿塞拜疆航空ERJ遭俄罗斯误击。12月25日，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一架ERJ190客机在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首府格鲁兹尼上空被防空力量错误地当作乌克兰无人机击中。现有证据表明，遭遇袭击后，飞机操纵系统失效，飞行员依靠发动机推力控制方向，前往了里海对岸的哈萨克斯坦阿克套机场迫降。挣扎约1个小时后，飞机在机场附近坠毁，机上67人中38人死亡，29人幸存。第三，日航的空客 A350 撞击。1月2日，日本航空一架满员的空客 A350-900 客机在东京羽田机场降落时，与一架闯入跑道的海上保安厅的 Dash8 运输机相撞。Dash8 上的6人中有5人死亡，空客 A350-900 烧成了灰烬。但是客机上的367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员逃出升天，创下了民航史上的疏散奇迹。本次事故的空客 A350 客机注册号是 JA13XJ， 这也是该机型全球范围内首次全损事故。第四，阿拉斯加波音737 MAX 门塞爆脱。1月6日，美国阿拉斯加航空的一架波音737 MAX 9客机在爬升阶段发生了门塞爆落事件，位于机身中后部用于堵塞多余舱门的甲门在加压过程中爆脱，扯带脱落了部分内舱壁，有乘客的物品被吸出，客机紧急返航，安全降落。该起事故后，经查证是螺栓为拧紧所致，它进一步引发了民众对波音飞机质量问题的担忧。第五，波音大罢工。9月13日，拥有17万工人的美国波音商用飞机公司在工会组织下发起了罢工，参与罢工的总人数达到了 3.3 万人。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福利，罢工波及波音公司多个工厂，波音737、767、777均受到了影响。罢工持续了7周，在波音同意加薪 40% 后逐渐平息。此事给波音公司造成了重创，间接影响了全球的飞机交付。因为无法及时拿到飞机，全球的多家航空公司预告说将拖累业绩增长。波音公司为了节约成本，现在采取裁员措施，预计会裁员 1.7 万人。第六，全球民航市场前景看好。12月10日，国际航协预测说2024年全球民航业利润将创新高。由于出行意愿高涨，预计2025年全球民航业的收入将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利润将高达366亿美元，比2024年要增长 16%。 第七，范保罗航展闭幕，订单不如巴黎。7月26日，英国范保罗航展闭幕，空客和波音各收获164架和118架订单，不及2023年的巴黎航展。在2023年巴黎航展期间，仅仅印度电缆一家航空公司就订购了500架飞机，创下了人类民航史上的纪录。不过在本届范保罗航展上，
已经停产的加拿大 -8 支线客机拿到了2份订单，令人称奇。第八，空客 A321XLR 投入运营，或许改变人类生活。10月30日，全球首架空客 A321XLR 客机交付给了西班牙航空，随后不久投入了跨大西洋航线。A321XLR 是目前航程最长的单通道客机，航程最长可达8700公里，续航时间9小时。很多评论认为，它会促使民航业从当前的枢纽模式演变为点对点的方式，极大的影响未来人类的生活。第九，新航严重颠簸。5月21日，新加坡航空公司 SQ321 航班从伦敦返回新加坡途中，在巡航高度发生剧烈颠簸，紧急备降曼谷国际机场。事件导致机上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由于该机飞行时没有像其他航空公司那样绕行颠簸区域，引发了大家的质疑，并且该机是一架星空联盟彩绘，也引发了飞友们对新航特图魔咒的关注。第10，波音777-9取证出问题。8月29日，引人注目的波音777-9在取证试飞过程中遭遇了发动机推力连杆裂纹的问题，此事影响取证进度，交付再次延后，引发众多担忧。波音777客机是人类洲际客运的支柱，波音777货机也是全球货运的重要支撑。波音777-9是现在流行的波音777-312的升级替代产品，它的推迟会影响全球主要航空公司的战略安排，进而影响机票价格，影响人类的交流活动。上述的10件大事也只是我们的一家之言，仅供大家参考，肯定有疏漏不全，欢迎补充指正。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下期见。